们随城是欢迎有人来投资，但一定是投资建设这个地方，而不是破坏。所以我同意提审陈无义。谢谢任局。先不用谢我，权限都给你了，案子必须给我破了。那是当然，是肯定不会辜负您的重托，绝不给您丢脸，是吧，老徐？是。这个王大宇和陈武一，他们俩是发小，啊，王大宇的心理建设一定要做好了，在这个上面不能出岔子。我相信王大宇。我也想明白了，从今往后我一定完完全全的听从徐队您的指挥，完完全全听从徐队。你坐下来吧，你戏真多，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？我每次话都说一半，我没有那么窄。我明白，我也没有往心里去，所以你不要误会。对，徐队，都准备好了，可以过去了。等我，马上。好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询问室，一起。好的，徐队。陈武一做假账，贪污了很多工程款。阿彪在检查材料的时候发现了，他就把这些给记录下来，就是那个账本。不只是土方项目提前了，别的项目也在往前赶，很奇怪吗？8月18号土方汇田工程的签字人是你是吧？是我签的字，我是项目负责人，管控项目进度是我的责任。不是本来定在周1开工吗？怎么提前了呀？警察同志，现在哪个工地不提前赶进度？不只是土方回填的时间提前了，其他项目也在往前赶，这很奇怪吗？不按计划提前开工，导致4名工人触电身亡，你挺有理啊。那倒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跟阿彪的死没有任何关系。王大宇不是已经来问我了吗？阿彪死那天我根本就不在西城。是，查过了，千真万确。但是经过我们调查，阿彪的死属于过凶杀人，所以你在不在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动机。动机？
你是说我有杀人动机？我好歹是阿彪的老板，我跟一个员工能有什么过节啊？不一定是过节，可能是把柄。你说呢？认识吗？这才是你们公司真正的账本，跟你们摆在台面上的差50%，而且你收购的那点器材也存在以次充好的现象。警察同志，你随便拿个本上面写几个字，就说是我们公司的账本，你们警察办案都不讲证据的吗？这账本是阿彪手里的，他手里可不只有账本，还有你们检验器材时候的照片。验购是谁签的字，你自己最清楚。从哪儿找到的？你是觉得只有阿彪一个人是吗？你们土方回田的工人段志宏也死了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段志宏不是我杀的，我没杀阿彪，他们都不是我杀的，我真没杀人。这些账是真的。那会儿酒店的项目正进行到关键的时候，阿彪突然来找我，他说掌握了我们贪污工程馆的证据，要我给他一笔封口费。于是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合作伙伴。名字？林兰。我当时多大的事儿呢？像阿彪这种小角色，给他点钱打发掉就好了。谈了，他要多少？500万。500万。他还真敢开口啊！沈总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儿我来解决。林兰只是告诉我他会处理好这件事情，我没想到他处理的方式竟然是杀掉阿彪。啊，所以说你都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土方回田的工人段志宏失踪了，你都不怀疑？段志宏失踪我不知道，而且那段时间我工地也特别的忙，所以就……那这个林兰，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1年前，我的公司正在找投资方。你看我们这个项目，这种计划书，我1年看上百份，不是项目计划书的问题。张总，张总。陈总，这就打算放弃了吗？请问您是？你们的对话我刚才全部都听到了。年轻人为了自己的事业努力去打拼，这点我很欣赏。但是，也是需要遇到对的人。林总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我要投资你。林总，这杯酒我敬你，感谢您1年前慧眼识珠，投资了我们公司。这1年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，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。那是一定啊。陈总，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把你约在随城？因为随城
招商引资力度大，比随城力度大的城市多得去了。如果随城没有它特殊的地方，我是不会把你约在这儿的。我准备入手这个项目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合作？这个项目利润并不大呀。表面上看，这个房地产的项目利润确实不大，但是陈总，你要知道，规规矩矩赚钱是赚不了大钱的。这个项目真正赚钱的地方在里面。林总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不过我是……陈总是担心工程质量不合格会出现问题。这个问题你大可不必担心，只要工程顺利交出去，其他的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们虽然是合作关系，但是林兰毕竟是我的投资方，他做什么事情不可能告诉我，我也不方便去问。你们是有多看不起我们这种当警察的呀？知道什么叫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吗？小王，带走。对不起，但愿。走，去那家公司看。老大，走廊有点情况，咱们去一趟。走。老大，那个监控，这条走廊的监控摄像头被破坏了。林兰在2011年曾经在广东省注册过公司，但是后来公司亏损倒闭，她也就离开了广东。但是在2011年之后，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这么多年一点信息都没有。林兰再次出现就是在2年前的金海了，她主动去找了陈无一，然后这个林兰就忽悠陈无一给她投资，让陈无一把项目从金海移到了随城。疑点很多，有用的一样都没有。你们两个去法政中心看一下结果出来了没有？如果没出来，催他，加个班，辛苦。好，好嘞。那个，陈武义虽然没有杀人，但是他因为贪污，已经移交检察机关，再走司法程序，结果很快就会出来。90%的人脸相似度才算嫌疑犯，现在最高比对是71%。啊？图侦中心你白去了，排查，是什么意思？他们那边也没办法呀，这真的就跟人家消失一样，什么信息都没有。法政中心呢？法政中心，兰姐。DNA 的结果出来了，查了数据，墙上的血迹不是林兰的，他们还在做对比。我在追，我在追。
徐队，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下。说。我让陈武一的下属去查了一下林楠之前的公司，他的公司都选在位置偏僻的地方，而且林楠每次去的时候都戴着墨镜和口罩，监控根本拍不下来，而且周围也没有人认识他。这个人真的从一开始就预谋着隐藏自己，特别讨厌。不是说你的，我知道。徐队，你别生气了，这2个枣，补气和补血，消消气儿。补什么？气血。我需要补吗？我看您最近气性有点大，然后我也承认错误，之前陈武一的事情。出去。记得吃啊。补气。很甜啊。补完会不会气性更大？徐队，我说，我想去看一眼陈武一。什么？你大声点。你什么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你暂时越界了，靠近点，大声说，怎么了？哎，我想去看望一眼陈武一。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不是得请示您吗？你请示我干什么呀？我不已经跟你说了吗？陈武一已经入狱了，走探视申请不就完了吗？你跟我是。怎么害怕了？怕他埋怨你，恨你。也对啊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是你亲手把他给送进去。哎，你去吧，我支持你。真的吗？我像是开玩笑的人吗？去吧，支持你。谢谢你，徐队。我的脚。对不起。来。武一，对不起，在你工地第一次出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提前警告你的。没什么可对不起的，我不配当你兄弟。你记得有一次在羽毛球馆，我穿错你的球衣，你穿的好单纯啊。那球衣每一件都有各自的柜子，怎么可能穿错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我故意的。大学毕业那会儿，我也没什么工作，但是我就想过有钱人的生活。说到有钱人，谁都会想到你们王氏集团。
想问你爸，但是咱们也有将近10几年没见了，我怕这么一见确实有点唐突，所以我就用了一点小小的伎俩，重新接近你，就这么简单。吴一啊，你真的把我当过朋友吗？有啊。你可别多想啊，我就是顺路。哎，哎呦，不至于啊！怎么了？被埋怨了？委屈了？说说发生什么了？我幻想过很多次跟武艺见面的场景。我在想，他如果怨恨我，我会开导他；如果他知道错误了，我会鼓励他去面对这些错误。可是我实在是没有想到，他把我当朋友，居然是为了利用我。徐队，你知道那种失去朋友的感觉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笑啥？笑你可爱，笑你可爱。行了，把眼泪擦了，不至于啊。给我拿张纸。男人，该经历的都要经历。要什么？给我递张纸。我没纸，我车上哪有纸啊？哪儿来的？我放的。你还在我车上放什么？还有诗。我今天上午忙完了，然后现在在吃饭。是不是想知道他在跟谁聊天啊？你怎么不坐过去跟他一块儿吃呢？嗯，哼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这个大队长乱八卦有点不太合适，但是你跟他，我一定得好好关心关心。我是为你好啊。大鱼，走啊，出去吃。出去吃啊？今天晚上不是还加班呢吗？今天不加啦，徐队说这2天要加的班多了去了，所以今天放一天。这不我跟东东说一块出去吃个火锅吗？走吧。徐队人呢？他不去你不去啊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对他身体比较关心。对。徐队自己出去了，走吧。走。大宇，唐老师，
你，介绍一下，上次还没有好好介绍，旭东哥、齐然姐，我们都是一个 team。唐芷欣，唐老师，所以你来这儿？哦，我下午正好在附近办事儿，想看你有没有空一起吃个晚饭。吃个饭，但是我们俩还有任务要出，大雨中愁没人陪他吃饭呢啊！他刚才跟我们还抱怨呢，说没人陪他。这么巧啊？那咱们走吧。走走。记得给我带好吃的。那走吧。走。唐老师，你别嫌我啰嗦啊，有一件事情我还是想跟你说一下。哎呀，不许再提上次的事情了。好不容易跟你吃顿饭，不要再念我了。再说，都过去多少天了，你还一直说，我都说了，我肯定不会了。好，没事儿。那个晚上你想吃什么？就老地方呗。老地方，还是那家海鲜餐厅啊？不好吗？实惠又好吃，而且老板娘还那么漂亮。哎，对了，我现在跟老板娘关系挺好的，说不定还可以打折呢。行，没事儿，你请客，我掏钱，好吧？好。哎，您好，你们今天老板娘没在店里吗？啊，我们老板娘这2天有事出去了，然后呢，让我们帮忙看一下店，过2天她就回来。哟，怎么想老板娘了？哪有的事儿？是你之前跟我说你和老板娘关系好，不是还给你打折吗？是唐老师，请问是唐芷欣唐老师吗？我们老板一直有跟我提过您，说如果您来的话，可以给您免单。但是免单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多不好意思啊！嗨，没关系，我们老板说了，他说您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来生意，所以呢，这顿算他请你的。行，那我不客气了，谢谢啊，请慢用。谢谢啊。这个店里怎么最近看着好像挺萧条的，没什么客人？老板娘不在，当然了。哎，那这顿不算，别人气以后还是要慢慢还的。听你的。多吃点。不是一菲姐，这合不合适的，咱们俩先试试呗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还是年轻人，凡事都可以试一试。我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了，没有结果的事情，我不愿意去试。我们也不合适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我还在工作呢，我就先挂了。我打扰你了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不接？工作为重。没事儿，接个电话还是允许的。你看哈，年轻人不撞南墙不回头啊。总结的太到位了，我帮你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我是池一菲的男朋友，你是哪位？啊？你骗人！一菲姐没有男朋友。现在有了。你怎么证明？我需要向你证明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她平时最喜欢吃生煎包，还有荷仔煎，还有茯苓饼。哦，对，她喝珍珠奶茶的时候不放珍珠。她平时习惯用右手，但实际上她是一个左撇子。然后她晚上一般都是2点睡觉，睡觉前喜欢听点爵士乐。当然还有，她睡觉的时候喜欢磨牙。够了吗？她很忙的，白天有很多的工作，工作完了以后还要陪我。你不要再烦她了，不要再骚扰她了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懂了吗？了解情况了吗？就这样，放心，绝对不会再骚扰你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哦，不用谢我。我说
会找磨牙吗？没有吧？徐队，铃兰公司的财务的确是有问题，他们公司有大量来历不明的资金汇入，而且都是通过国外账户转移的。徐队，我查到了一份很特别的线索。病历？这是一份3年前的病历报告。这个林兰曾经注射过缩宫素，同时还服用了甲硝唑，而且她在做人工流产的时候还导致子宫穿孔。人流？哪个医院做的？我查了这几年全市各大医院的妇科资料，但是没结果。对，扩大范围，把我们附近的县市级的医院再查一遍。好嘞。好，马上去。老板，辉煌地产那边的账被翻出来了，而且警方最近好像在查兰姐相关的事情，但最近我们也联系不上她。把跟辉煌地产相关联的项目处理干净，至于铃兰的事情，我来处理。